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一期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不能放过对加拿大政府种族灭绝的指控。当地时间5月30号，一直把自己标榜为人权卫士的加拿大政府出现了非常隆重的一幕所有联邦机构的建筑国旗全部降半旗。这是干什么呀？这不是要纪念现在发生的事儿，而是要为了纪念5月28日在一所印第安人寄宿学校的旧址内发现的数百具原住民儿童的遗骸。这一事件的曝光意味着加拿大政府曾经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印第安人原住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而且已经完成了计划。自己的祖先干了种族灭绝的事儿，降个半旗就没事了吗？正义的地球人绝对不会答应。中国非常有必要在联合国发起提案，要求对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对原住民实施的种族灭绝行为实施调查，并要求对罪魁祸首实施历史审判。不管过去的时间多长，反人类罪行都是要被惩罚，以彰显联合国人权事业的正义。有必要把西方犯下的罪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利用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污点进行反击？因为这才是西方真正的软肋，而且已经有苗头，西方很可能正在谋划着对中国实施新一轮的攻击。这几天呢，法国和德国都表现得不同寻常，争先恐后的向非洲国家忏悔。马克龙在访问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时候承认，法国对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负有巨大责任。德国外交部在28日表示，承认德军对前殖民地纳米比亚的浩利罗族人和纳马族人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把种族灭绝当成人类最高罪责的西方国家，这一步早不做迟不做，现在做无非就是为了下一步向中国发难打下舆论基础。那值得注意的是，由西方反华势力搞的维吾尔特别法庭将于近期开庭，要对所谓的涉疆种族灭绝进行听证。这是西方对中国进行人权攻击的新闹剧。由野鸡法庭打着法律的旗号进行审判，意味着西方的白左们还会对中国展开新一轮的人权攻击。可见西方反华势力炒作涉疆议题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现在还没到中长的时候，他们不会听什么证据，为的就是找个借口攻击中国的人权，配合美国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在这些国家中，法国、德国只能算是第二梯队，冲在最前面的仍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昭彰，中国有责任代表广大的受害国家和民族伸张正义。对那些在历史上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西方国家，就应该揪住不放，要在联合国进行强烈的声讨，就算是过去了几十年、几百年，也要把他们的罪行揭露出来，让全世界记住他们那不光彩的历史。更为紧迫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要对那些打着人权的旗号，绕过联合国，动辄发动战争，武力攻打主权国家，颠覆别国的政权，造成无数的人民家园破碎、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国家。对那些主要的决策者和战争实施者，要建立特别法庭进行审判。对已经揭露出来的那些屠杀无辜平民的战争罪犯，怎么还能任其逍遥法外呢？总之人权问题绝不应该任其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工具。中国必须拿过来为正义而战。新中国从来就没有种族灭绝的污点，而西方国家却是真真切切的发生了。怎么还能任由他们颠倒黑白，让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来当法官呢？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儿。